是说在否定自己的能力，而更去说强调你父辈的一个能力。那我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富二代在中国始终都是一群备受关注的特殊人群，在我们的印象里，他们接受着最顶级的教育和服务，过着奢靡的生活，或许只是一时兴趣就能挥霍掉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钱。那事实真的有这么夸张吗？今天读者就带大家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这个正在化妆的女孩叫露露，来自深圳，目前就读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所中学。她的父亲在深圳经营一家电子行业公司，母亲在银行工作，两人白手起家，积累大量财富，同时对女儿却疏于照顾，因此露露从小就被寄养到长辈的家中，她与父母的感情也十分淡薄。4年前，露露全家移民美国，不过父母仍留在国内忙生意，这种情况下，她便独自一人在美国洛杉矶上学。与露露同班的有7、8个中国学生，大多家境优渥，不在乎学习。上课时，许多中国学生趴着睡觉，还有人当着老师吐槽作业太多，而老师对这些人也都习以为常了。在他看来，中国留学生普遍浮躁，掌握着好的资源，却根本没想过提升自己。与其他同学比起来，露露的校园生活明显要更放纵，翘课逃学都是家常便饭，有时会跟朋友一起去外面打游戏、吃饭、购物。露露对逛街的场所很挑剔，只会去当地最繁华的高档购物区，这里云集了世界上最知名的奢侈品店，精致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，随便一条领带都价值不菲。来这逛街的大多是美国白领，露露身在其中悠闲自得，潮牌、奢侈品、限量款，什么贵就买什么，轻轻松松刷个卡，大包小包提回家。父母也知道她的挥霍行为，或许是因为感情上的亏欠，他们没有限制女儿的消费，直到学校打来电话通知，由于露露经常逃课，出勤率过低，自然就被学校劝退了。得知此事后，父亲连忙给露露打电话质问情况，结果两人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我爸就跑过来问我这件事儿，我就真的特别烦。晚上了嘛，我又很困，我就不想跟他讲，我把电话给甩了。我爸就开始发火了，就是你干嘛甩我电话？就吵了很大的一架，吵了2个多小时吧，就在微信电话里面吵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就关系崩了。为了给露露一个教训，父亲不仅断了她2个月的生活费，还警告她，如果再不好好学习，就直接回国找个工厂上班。接下来2个月里，露露只能靠微薄的存款生活，一掷千金的消费活动不得不暂时收敛。离开洛杉矶后，她转学到了波士顿剑桥文理中学。有了被退学的经历，这次她不敢再怠慢学习。她的男朋友也是个典型的富二代，家里在深圳开劳斯莱斯店，非常富有，但她并不骄傲自满，还靠自己写程序一次性卖了50万。在男朋友影响下，露露也开始尝试独立自强。她在网络上做代购，经常去各大商场跑来跑去，一趟下来精疲力尽，也体会到了挣钱的不易，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。在这之后，露露一改往常的懒惰，每天在寝室埋头苦读，笔记本堆积成山，记录着密密麻麻的知识。校园中也常常能看到她学习的身影。心静下来之后，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。如果说露露的故事只是普通富二代的留学生活，那接下来这个亿万富翁的儿子，他的奢靡生活绝对让你大跌眼镜。这个男生叫卢比，出生于中国苏州，父亲是中国游戏业的亿万富翁。虽然自幼家境殷实，但卢比的童年很孤独，也因此养成了叛逆的个性。14岁时，他来到美国，独自一人住在500平方米的豪宅里。尽管在美国待了多年，卢比发现自己还是很难入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交圈。考入南加州大学后，校内有一个著名俱乐部，名叫兄弟会，入会必须交一笔昂贵的费用，只有家境特别好的人才有资格申请。按理说，卢比的家庭背景加入兄弟会绰绰有余。然而，兄弟会故意安排了一系列考验，说是考验，其实就是找借口排除一些他们不希望加入的人，比如亚洲人，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。听闻大多数华人都被兄弟会拒之门外，卢比感到愤慨，他决定自己办一个俱乐部，比兄弟会更豪华更高级。在卢比和伙伴的努力下，生而不凡俱乐部高调成立，成员起初只局限于南加州大学家境优越的中国留学生，继而扩展到全美年轻富有的华人。俱乐部的目的就是让华人也享受到美国人的特权。加入生而不凡的会员，
每年要交高达2万美元的会费，而成员们缴纳的这笔昂贵资金会被用来做一些极尽奢侈之事，比如租私人飞机去拉斯维加斯赌场玩，享用日式的女体盛，在好莱坞租别墅开派对，在拍卖会上买下特殊的车牌号，哪怕超速也不会被警察开罚单。最疯狂的是，卢比还会在夜店中撒钱，看钞票在迷乱的灯光下飞舞，看跳舞女郎如何跳起来争抢。很难想象这是一群20岁出头的学生做的事儿，奢靡程度简直令人发指。随着会员越来越多，活动越来越高级，生而不凡俱乐部轰动一时，而卢比的名字在华人圈也成了响当当的名号。去餐厅再也不用预定，看表演永远坐第一排，到哪儿都有人认识，他的虚荣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而这带来的后果是他越来越自以为是，易怒易躁。2015年，生而不凡俱乐部在酒吧举行活动时发生严重的酗酒斗殴，警察迅速赶到，不仅封锁了场地，各大报纸还把这次恶劣事件写成头条新闻。外国人对中国富二代留学生的印象更差了。卢比突然觉得很丢脸，在日复一日的虚荣和攀比中，事情已经超出可控的范围。他幡然醒悟，虽然物质上得到满足，但精神总是空虚的。虽然说物质生活非常满足，但是说人过得还是非常不快乐的，非常空虚的，需要不停的去尝试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空虚，但其实从来弥补不了，所以我并不想变成那样。这次事件后，卢比退出自己创立的俱乐部，他从父母的银行账户中取了10万美金开始创业。在学校创业的学生很多，大家都以为卢比只是玩玩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到俱乐部。事实上，卢比这次是铁了心要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。他在洛杉矶成立一家虚拟现实游戏工作室，起初只有几个员工，卢比承担巨大的工作量，每天熬夜咬牙坚持。渐渐的，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变化，从前那个焦躁浮夸的卢比突然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踏实积极的企业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卢比的游戏公司开始在行业中崭露头角。不久后，得到一笔不菲的投资。转眼间到了22岁，卢比快要毕业了，他决定把公司迁回国内，进军中国市场。每次提起海外的富二代留学生，大部分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纨绔子弟的形象，就像以前的卢比。其实他们的形象远不止这一种，就比如接下来的这位女生。这个女生叫小可，是霍卡迪女子学校的高3学生。这所学校是全美顶尖私立女子学校之一，美国总统布什家族的3位女性都毕业于此。毫无疑问，该校的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、官二代。小可的父母远在北京，她平时就一个人住校。小可是个典型的3好学生，每天学到晚上12点睡觉，早上5点就要起床继续学习。因为身边的人都很优秀，她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达到拔尖的水平。哪怕周末放假回别墅，小可也不会休息，而是埋头学习。因为长期坐着，她的腰部损伤严重。为了锻炼身体，小可特意请了一位私人教练学击剑。起初，她很难适应训练的强度，导致膝盖肿痛不已。小可的妈妈听说女儿痛苦，但她并不担心。妈妈说，女生不一定要娇弱，只有受过苦才能成长。我从来不担心孩子辛苦啊、吃苦啊。如果你要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啊，一定是要付出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强度的。在父母的良好教育下，小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。除了学习以外，他也热衷于慈善活动。他曾在美国一家养老院坚持做了4年的志愿者，也到过秘鲁，帮助当地居民挖水渠、建图书馆。在北京时，他还到当地一所听障学校当助教。尽管如此，妈妈也非常支持他。在校期间，小可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，身边也有同学一身的奢侈品，一顿饭就上万块，但他并不羡慕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。很快，学校的毕业典礼到了，小可的妈妈专门从北京飞到美国参加她的毕业典礼。典礼当天，小可穿着一身白色礼裙，头戴一顶鲜花宽檐帽，举止优雅大方，笑容温婉而坚定。妈妈看在眼里十分骄傲。看完了这部纪录片，富二代的形象是不是跟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不一样呢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